這是一台尼桑400力，一台很多人夢想中的跑車。沒錯，後驅雙渦輪非常的熱血，但是當速度上來，路噪、共振、底盤聲非常嘈雜。車主發現一件事，這台車很快，但不夠沉。今天我們不做局部，我們直接把整台車拆光，幫車主打造一台文武雙全的跑車。今天來一個稀客哦，尼桑的400力，哇，跑車哎，非常少見的一款車，太扯了啊！少見，而且来做隔音更少見。真的哎，因為通常跑車不就是要嘣嘣嘣的，嘣嘣嘣啊，不会想說要做隔音啊。对啊，但是車主呢，他就是想要能跑又能安靜哦。那今天車主把這台跑車給我們全部拆光光，連門板、底盤、後箱全部都拆光，還有輪拱，就為了做我們的自震隔音，讓它整台車可以變得更紮實。先說說這是車主來的第幾台車啦？他來了应該有4、5台了吧？對啊，都是很厲害的车子。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尼桑400力，它內裝怎麼樣，看它有沒有跑車的感覺。OK， 還是就只是一個尼桑的什麼東西？它這個開門將會從這裡超大一個，真的耶，好人體工學哦，而且是無窗框哎，帥哦，而且它還有膠條哎，那是我貼的哎。哦，哇，這是尼桑嗎？你看整個換擋撥片，整個非常有跑車的感覺，超帥的。還以為坐在邁拉倫裡面，而且那個 Z 是怎樣，也太屌了吧？怎麼沒有不是尼桑？對啊，怎麼那麼帥啊？超帥的哎！但它還是傳統的手剎車哎，就是跑車就是這樣。而且它的冷氣怎麼在門這裡？也太酷了吧！而且它的音響是 BOSS 的，感覺這台車應該很好開哦。你剛剛移車有感覺嗎？剛移車只有感覺它的排氣管啵啵叫了。那我們膠條都已經做完，給各位看一下我們400力的膠條可以做哪些部位。它可以做這邊 B 柱，還有前面 A 柱，它的門下還有無窗框專用氣密。這誰發明的名稱？還有尾門兩側前擋下冷中控台，把這些膠條補齊，讓它的隔音感受又更提升。你看它的底下的噪音都把它阻隔了，左右兩邊又把它封起來，不僅防塵防水又隔音，讓整台車在高速奔馳的時候就可以很盡興播着 BOSS 音響，超爽。感覺有一點點像野馬，有一點點感覺。然後寫一個力在這裡，好帥哦！名字有 Z 的就可以買這台車。不知道這種跑車啊，裡面的飾板啊、零件啊，拆裝起來會不會不一樣？而且這台車也不便宜耶，它200多萬。車主選這個水泥灰，整個帥到爆，還蠻有格調的哈。整個開在路上就是最亮的照，真的，回頭率100。那我們現在就把它的車子輪子都把它拆掉，開上去頂高機，看看它裡面到底有沒有隔音的材料。為什麼車主都花那麼多錢買這種車款，還會覺得說隔音不夠好？那我們就一探究竟。這台車的輪拱非常的髒，這台才開16000而已，它像是開了10幾萬一樣，每一個縫隙、每一個地方，整個都髒到爆。而且它剛剛是內軌板拉下，還有一堆灰塵，整個像沙塵暴一樣。它的構造非常的複雜，很多一些凹凸不平，多的孔洞。所以呢，我們清洁的時候就要用各式各樣的刷子，各種大小，把它每一個縫隙都刷乾淨，把它完全的清乾淨，就可以讓我們自震材很好的附着在上面。那它原廠呢，這裡竟然也有一塊自震材哦，蠻特別的，在那個地方，想不到哦，真的。但是呢，它一樣只有一小塊而已。那現在呢，我們就把我們的自震材全部都貼好，貼上去，一樣也是要用各式各樣的滾輪，把它滾扎實。它的孔位非常的多，都要開孔。那葉子板這裡，所以原廠原本它就有的自震材，我們就額外再做，讓這邊更扎實。靠近車室的地方再加強隔音墊。這個角度看不到隔音墊誒，它是在哪？它是靠近這裡，這 A 柱這邊。哦，是那個縫隙要伸進去。它很深啊。哦，真的很深誒。那現在就變得很扎實。那把這個自震做完之後，就要上我們的保護，把這些部件呢全部保護起來，就可以噴上我們的隔音塗層。那我們後輪已經噴好了，你直接去看，整個亮晶晶。那後輪的自震貼起來有什麼不一樣？後輪的自震其實都大同小異，但是它這一台呢，
跟一般的車比起來，它的後輪很深，都一樣就是要開孔把它滾扎實，要讓它符合鈑金的形狀。那一樣，它這裡也有隔音墊，在靠近車室的地方，做法其實都是一樣的。對啊，就是讓字正依附在我们的車體上，最後呢，再用這個隔音塗層把它保護起來。那噴這個隔音塗層的功能是什麼？最主要就是要把我們剛剛貼的隔音材料保護起來。那這個塗層呢，因為它本身有厚度，它又有隔音的效果。原本的隔音材料都有做防水的處理，噴這個隔音涂層把它保護起來，防水之中又更防水。因為我們有貼保護的關係，所以這樣噴塗起來看起來是很完美，就像原廠剛出廠一樣。而且它也比較不會去噴到其他的部件，就是非常的工整。对。那我們去看內軌板，它原廠的內軌板竟然只有後輪有一點點棉而已，它的前輪是塑膠材質，後輪是這個有一點毛。那可能是因為它的後輪呢，剛剛看它很深，比較大，所以原廠就在靠近車室的地方給它加一點吸音棉。但是呢，這樣是不夠。我們就把它換成高效吸音棉，而且範圍又更大，效果又更好，把它整個補滿。這裡一樣也要噴隔音塗層，而且噴的時候我們會先把旁邊先封起來，再從中間去噴。那我們現在做完會有幾層？像我們輪拱總共就是車體有字正，有隔音墊、隔音塗層，內軌板這裡有吸音棉加隔音塗層，總共就是5層，體感上就會變得比較悶。比較扎實，加上字正材呢，它還會把震動吸收掉。那我們輪子在滾動的時候呢，傳遞出來的震動就會把它吸收，就會感覺車子變得更沉穩，阻隔那些共鳴聲，就讓我們行車質感更好。然後車子已經放下來，那最後的隔音塗層乾燥之後呢，就可以把我們內軌板全部復位回去。那因為我們都要把螺絲歸類在小盒子裡面，所以我們在復位的時候都非常快，迅速確實。你看，快到車子都已經放下來。做完之後就輪子要上扭力扳手，那輪拱這個部位就完工。那接下來呢，就是我們的底盤還有後箱。那因為呢，底盤跟後箱啊，他們車子設計的零件都是連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這個工程我們就要合在一起做。哦，兩邊一起拆就對了。兩邊一起拆一起裝，這樣完整度又會更好。So this guy。那因為它今天後面也有一台輪拱，所以我們安排的工程呢，就是先從輪拱先做，然後再做底盤跟後箱，最後一天就是做門板。所以他們就是要分工合作，然後現在這邊還有一台，就是要各種的分工。底盤跟後箱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在拆裝的時候要特別的注意，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零件啊、變線啊，還有螺絲，一樣都要先放在小盒子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往裡面清潔。但它明明上面蓋了這麼多的零件，它居然還要再清潔哦。因為車子在出廠前，他們的工廠可能難免都會有一些灰塵，看它表面乾乾淨淨，但是你手去摸啊，其實有時還是會有一些沙子。那地毯呢，順便可以用吸塵器給它吸一下。那清潔完之後呢，我們就來做字正材。那底盤上很多的螺絲孔位啊，然後維修孔啊、變線啊，這些我們都要把它避開。對，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字正做上去會有很多開孔，必須要的預留。那底盤的施作範圍就是在我們踏板到最後面，算是椅子後方吧，因為它的設計。這雙門跑車設計也比較特別，就是把它做好。而且他們是連就是後面那一塊往上90度的那個牆壁都是有貼字正材跟吸音棉，有地方貼就貼啊。對，但效果發揮到最大。沒錯。那字正貼完之後呢，就會上我們的吸音棉，因為字正材它主要是抑制震動，吸音棉呢它就可以吸收這些噪音，讓它達到一個很好的隔音效果，讓底下傳上來的聲音呢都可以被這些隔音材料阻隔。那它原廠就沒有隔音材料嗎？它原廠有一點點字正哦，然後地毯呢是雜花棉哦，那還不錯哎。然後還有一塊有一點厚度的，應該也是雜花棉。對，而且我看它後車廂左右兩邊的飾板呢，它是整個鋪滿吸音棉的，白色的那種貼在內軌板上面的。所以它原廠就有附一些隔音的材料。對啊，算是很不錯哦，算是還蠻多的吧。你上這個小跑車居然藏那麼多隔音材料，很多細節哦。愛怎麼一般車都不給一下？對啊，其實很少會看到有字正材，超稀有的吧？明明就知道。對啊，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把這一台復位起，把椅子啊一些飾板全部裝回去，就可以準備來做門板。看看這個門板，雙門跑車那麼大片，範圍這麼大，裡面藏了什麼好料？我先拆一個有字正材，飾板上面有棉，但是有點空哦，拆掉就知道了。今天進度有點落後哦，因為今天有一台輪拱，也有一台門板。
所以這一台門板就一個人坐，那連後面的椅子都還沒裝好，坐一整天。那它這個門板呢，就要先把這個飾板拆掉，拆掉呢就發現它裡面居然沒有棉。通常飾板後面都會有一塊棉，就它這個車跑車竟然跟隔壁的阿提斯的門板是一樣，都沒有棉。裡面呢很多很複雜的構造，所以在拆的時候要非常小心。然後呢，它的支架一樣先做第一層，然後再做外面第二層。第一層就是接近車外的那一層，反正就是我们正常手敲到的這一面先做。然後支燈都做完，就在飾板這裡也做上一層我們的吸棉，讓它整個變得超紮實。那做這個的用處是什麼？就是讓門板不要那麼震啊，喇叭一直蹦，這些門板都會一直震啊，对，就會有一些異音啊。哦，就細碎的雜音把它弄掉，讓裡面這個音箱空間變得更好。所以音場的效果就會更好。So this guy， 關門也會變得比較紮實。哦，那邊敲啊都會變得很沉悶。那我們現在來敲看看。超紮實，非常的紮實哦。現在就把它復位回去，就像原本的一樣。那我們復位的時候呢，因為我們都把螺絲分類，所以在復位的時候就可以很快，又可以很 easy 的把它全部組裝回去。那特別需要注意呢，就是它的電線啊，該插哪插哪，要把它組裝回去。因為它的椅子都很重，所以搬的時候要特別小心。那我們現在把它全部復位之後呢，我們就插一個電，然後檢測看有沒有什麼故障。像車子這種東西，電線只要拆除，它就會有幾率發生故障嘛。它也不一定是每一個車款都會有。那我們就是要例行檢查，不然車主交車之後發現怎麼亮一個故障燈，等一下以為我們把東西用完，也是，所以其實是正常的流程。那這一台400力隔音工程就到這邊結束，車主可以開着這個進化後的車回去狂噴。看完這部影片，你也想幫你的車做隔音嗎？底下留言吧。